Hello， 大家好，我是 Galen， 欢迎收看 Release Force 专业的喷射系统频道。今天是我们第一次的开拍。至于说我们为何会要拍摄这个频道，在市面上有太多人在拍摄这些喷射系统的这一些影片，可是很多影片的毕竟他们并不是专业的那一些喷射的系统的那种使用者所以有很多资讯并不是说非常完整跟清楚，甚至说有一些错误的资讯。我们想说借由我本身做了20-30年这种喷射系统的这些经验的话，来分享给车友，让他们在玩车方面可以有更正确的这些资讯。至于说那时候你在玩车的时候要怎么有一个比较客观甚至科学化的那些数据，这个的话那时候一般最简单的就是说有原厂的诊断器，它可以看到一些引擎里面的一些资讯。一个的话是光阳的原厂的诊断器，毕竟它最基本的功能，它就当初开发还是要让经销商可以去清除你的故障码，然后去做一些故障零件的更换。然后它所提供的那些资讯的话，其实是蛮片段的，它可以提供一个很简单的资讯。可是当你要玩车的时候，你想要完整的去了解一个车子它一些动态的变化甚至说给它引擎数据的变化的时候，这个工具的话，它就没有办法去很完整的去呈现。所以那时候在现在手机它的性能越来越好，它很多的那些 CPU 那些功能的话，甚至说已经超越现在的一些电脑，你的笔记型电脑上面的那些 CPU 的话，可能都比一些旗舰手机都可以超越。今天为大家介绍我们公司的蓝牙诊断套件组。至于说为什么要发展这样的东西的话，这个其实那什么，如果说有追踪我们频道的话，可以看到我之前那个在路上试车的一个影片，就是说在一个2线道的那个道路上面那种看到对向有一台汽车，它准备要超一台算大卡车的时候，远远的就可以看到它那个已经跑到你的车道正向的你来。可是那时候我正在试车，盯着诊断器，然后一边看着上面的空安比表，所以也没有特别去注意到车子已经很高速的接近。等他发现的时候，已经在你前面了。那时候其实真的也吓了一跳。在试车的时候，在路上盯着表头，然后一边骑乘的话，那个其实是蛮危险的。你没办法去注意到底那车况是怎样的变化，有必要去做一个诊断套件组，它可以把那一些引擎的数据把它录下来之后，然后你在骑乘的时候就专心的骑乘，回到家以后你再去把那些资料把它调出来去做记录分析。这样子的话，整个一些测试的工作其实可以变得非常的简单。我们的蓝牙诊断套件组它其实主要有3个部分。第一个的话是你要有一个蓝牙连接器，这个蓝牙连接器的话，它其实就是透过蓝牙去发射讯号，然后跟你的手机的蓝牙讯号去做连接。然后这个的话，它其实插到车子上面的诊断接头上面，然后去跟你的电脑去做通讯。这样子的话，你可以透过你的手机去跟你的电脑去做一个连接。另外一个部分的话，你一定要有一个讯号隔离线。这个功能的话，就是说引擎在发动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那个点火线圈它的电压其实高达2-3万伏特。这个的话，它其实会对你的一些电池，就是说蓝牙的讯号，它其实是有非常大的干扰。所以我们要透过这个讯号隔离线，去把这些点火的线圈的干扰去把它阻绝掉。这个讯号隔离线的话，它其实是双隔离的。所谓双隔离的线的话，就是说它的每一条单芯线它已经有包覆一层锡箔，外面的话铜线去把它包裹起来，所以它的那个讯号隔离的，就是说隔离这种电磁波干扰的效果其实是非常的好。第3个部分的话，就是说这个套件组另外一个就是你要有一个 App， 这个 App 的话，可能各位自己要到
Google Play 或 App Store 自己去付费下载。我们的讯号隔离线，其实有3种不同的形式，一种的话是光阳的5期，然后另外一种的话是3阳的5期，然后最后一个是那种 OBD 的6期，因为不同的时期的那种诊断接头，就是各个车厂它都会出不一样的诊断接头，所以你在选择的时候，你要去看你的车上配置的是哪一种形式的接头，然后再去购买正确的讯号隔离线。诊断接头的位置呢，光阳5期的它的诊断接头是位在电瓶的旁边，你只要把电瓶的塑胶盖打开，你就可以看到它的接头。至于说3阳的诊断接头，它其实是在前面龙头钥匙开关旁边的一个塑胶盖，你要把它挖开之后，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接头。至于说 OBD 的接头的话，光阳，甚至3阳，它其实都已经移到后面的电瓶的旁边了。我们现在介绍一下诊断套件主要怎么去使用。第一个的话，光阳的车子它的诊断接头是在电瓶的旁边，所以你把电池盒盖把它打开之后，其实就可以看到这个诊断接头。这个是光阳5期的诊断接头。第一个的话，你要把讯号隔离线把它插上去。然后再插上我们的蓝牙连接器。这时候把电门打开，然后我们去开启我们的 App 2.0。然后第一个动作，那种你要去扫描你的 QR code。OK， 这时候它已经跟蓝牙连接上去了。进入这个画面之后，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原厂的电脑，所以你可以看到有2个功能。第一个是诊断记录，然后第2个功能是故障码。然后下方的话有一些版本的资讯，就是说它会显示说 ，OK， 你的软体版本是什么，然后你的调校版本啊，车辆的厂牌。然后第一个的话，我们点选进入诊断与记录之后，你就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这些引擎的资讯，它是非常非常的多。这时候如果说我们去把它发动引擎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它的数据其实是已经在变化，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引擎转速啊、油门开度、吸管压力、点火角，非常非常多的资讯。甚至说 ，OK， 你今天如果说要去把资料把它录下来的话，你可以再点选折线图，然后你去点选你要录的，就是观看的那一些参数。这个其实随便点选几个都 OK， 因为我们在录制的时候是一次把60个资讯、60几个参数一次都录下来。点选完之后，你就其实可以看到它其实已经开始在录制了，然后它其实是做一个曲线图的呈现。这时候如果说我们去加油门的话，你可以看到数据的变化。今天你要把它录下来之后，你要把它存档起来，你就直接按停止记录之后 ，OK， 这时候它其实已经记录到你的手机里面了。这时候你可以去滑动，左右滑动，甚至说它上面有一个游标，可以去显示说 ，OK， 你现在的它的数值是多少。今天如果说你要去看其他，就是说录下来之后，你要去找寻你的记录档的话，这时候你只要把蓝牙断开之后，你就会发现有一个记录档这一个东西，然后你点选进来之后，就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显示你的日期时间。这个第一个档案的话，就是我们刚刚那一个数据的资料。因为我们这个是一次把60几个参数录制下来。你今天要看其他的参数的话，例如说 ，OK， 我要去看现在引擎温度的话，你只要把其中几个参数把它点掉之后，然后再去点引擎温度，
这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你现在引擎温度是几度，然后你也可以左右去滑动。OK， 谢谢今天大家的收看，我们为各位介绍了我们的蓝牙诊断套件组的使用。下一集的话，我们会教各位来去做故障的诊断。今天车友如果说在路上骑乘遇到故障灯亮的时候，你怎么去做故障的诊断，还有故障的排除？这个在下一集我们会为各位介绍。如果说未来有希望看到的资讯或者内容，欢迎订阅我们 RF ECU Release Force 的频道。谢谢各位。